Hello，大家好，我们来挪威啦。我们现在是在特罗姆瑟的机场，这个地方已经在北极圈内了，好像有北纬69度。这个机场特别小，现在晚上6点多，现在全都是黑天。我们大概就是取完行李，就是2步路就出来了，人超级多。现在在这儿排队，然后等着租车，一会儿看看我们租的车怎么样子。我们租的是一个混动的，好像什么哪个牌子来着？过去再看吧。刚才已经租到车了，现在去取车。然后冬天的话，其实注意一定要租一个4驱车。然后因为这边下雪的话，路会很滑，所以的话这个就比较要紧的。其实啊，别的都还无所谓。而且的话，其实挪威电车租起来特别便宜，但是的话我没有电车，因为我们还要再去罗布根群岛。就是面前的这辆车，这个黑色丰田就是我们租的了。我刚想说啥来着？哦，这边其实没有我想象中的冷。我看那个来之前看这边的话，说是今天有零下10度。过来之后，其实感觉和德国差不多，并没有很冷，可能是因为它没有风吧。而且的话，你看它地上虽然有雪，但他们这边是撒雪盐的，所以走起来一点也不滑。感觉后悔有点穿多了，不过也不一定，明天看看，说不定明天还降温呢。我们那个开车大概在机场5分钟，然后到了一个 EuroSpa 一个超市，现在先去买点吃的，然后晚上回去吃。这边的话，这还得先适应一下，和欧元是10:1。我看看这物价肯定是比德国贵的，但是的话呢，还行吧。这边蟹棒还挺便宜的，我看2欧，是2欧吧？哦，应该是，还是这边海产会便宜点。哎，我还看到龙虾了呢，小龙虾吗？这个是。挪威就是三文鱼最有名，我们看它这边好多三文鱼，这边还有罗布敦群岛的三文鱼，各种的。它有的是一定要煮，一定要那个煎的，有的就可以生吃的。然后还有这样一大块的这种，可以直接做寿司，或者也可以就是煎的。我们先买一个回去尝一尝。大概逛了一圈，已经买完了。这边物价是真的贵，我们就买了一点面包，我看看三文鱼、牛奶、鸡蛋这些东西，这已经都花了40多欧了。这物价太贵，而且他们这边的水跟德国一样，也是有那个押金的。买2瓶水押金就有1瓶水押金就3挪威克朗，到时候还是要跟德国一样，在这边要退瓶子的。这就是我们今天要住的酒店啦，是在 Airbnb 上面订的公寓。刚停好车，现在我们要去找我们的房间了。房东把我们的钥匙藏在门口一个地方，先去找钥匙了。啊，已经到了这个要住的公寓了。它是一个一室一厅的这个样子，我看看。啊，这就是厨房还有客厅了。布置的很温馨嘛。哇，不错不错，可以看，后面好像就是一片森林了。这好像这个区域我在 Google 地图上看，现在还是一片那个空地，好像是就是前2年才建出来的。哇，风景真好。
现在是早上8点半，我们坐了公交车，然后去市区港口这边。今天早上安排了一个观鲸团，估计要待6到8个小时。上面显示我们是在Get-Your-Guide上面订的。这是早上8点半，北极圈内全都是黑乎乎的一片。面前这个应该就是我们要坐的观鲸的船了。看那边很多人在 check in， 准备登船。我们后来还是选择了大船，因为这样的话，说是海上风特别大，你这样待6个8小时，如果坐那种小船的话，会冻死的。Hello，我们现在已经在船的甲板上了。现在早上快10点，看在北极圈内还是可以看到月亮的。这个船的话，刚才介绍说大概要开2个半小时，开到我们可以看到鲸鱼的地方，说很大概率可以看到虎鲸，就那个很大很大的那个鲸鱼。座头鲸的话，估计很难开到，大概是这样。然后再开2个半小时再返程。哇，然后现在感觉脸上好多冰渣子往脸上打，真的好冻死了这个地方。哎呀，我们准备先回到下面休息一下。好像看到了一点，是不是？我感觉是，你看，哇，那个是有个身子是出来了一点。We are so close, guys. I cannot believe this. What is your limit? Okay. Okay. Here right now you can see the human of the baby. 这个地方我们现在已经到了北纬70度，大概就是快到欧洲大陆最北角的地方了。刚才看到那个就是座头鲸，然后工作人员说今天很幸运，那么大的，然后呢很少能看得到在这个海域里面，就他看到他的那个尾巴这样露出来，然后他一直在喷气的感觉，哇，现在真的要冻死了。然后现在天你看还是有亮光的，还是虽然太阳没有完全升起来，但是你看还是能看到蓝天的。虽然现在在北极圈里面了。我们已经下船了，现在下午3点半，我们准备回去休整一下，去酒店。然后现在在市中心它的这个主街上，旁边都有这样子北欧风格的木房子，刚才还看到了挪威大教堂。然后晚上呢休整一下，我们晚上就准备去看极光了，报了一个极光的团，看看今天晚上有没有机会看得到。现在市区逛一逛，然后就回酒店了。现在我们准备去看极光了，出发去市区跟了一个极光的团，然后现在才5点半，外面下了鹅毛大雪了，哇，这一下起来就好大！你看这旁边的这个高的这雪，
现在等公交车。我们呢已经下车了，现在已经凌晨1点了。它这个团还挺好的，导游直接把我们送到了酒店跟前。所以呢，我很推荐大家来报这种极光团，因为它呢导游的话呢，今天呢特罗姆瑟因为下大雪，所以根本看不到任何的极光。他开车带我们去了大概开车1个小时车程的西边的一个岛叫夏季岛，到那个地方去追极光，然后大家呢烤着篝火，吃着那个麋鹿汤，然后喝着热巧克力，真的是很浪漫。然后就看到了极光爆发的那个时刻，真的特别的感动，所以真的很推荐大家来报这个团。那我们现在就准备回酒店休息啦，明天再见，拜拜。现在早上快11点吧，我们浩浩荡荡的一群人准备去坐缆车上到它山顶去看它这个蓝调时刻，可以看到全程的风光。之前看说排队要很久，上去看看吧。不过这趟公交车下来人真的好多。已经进来了，旁边就是买票的机器。我们担心排队，所以提前已经在网上买了票。现在但是要排队坐缆车。这个地方太震撼了，沿着那个缆车站一路往下走，下面就是海，然后旁边就是可以整个俯瞰这个城市的全貌了，太壮观了。旁边还有雪山哎，哇！那这个缆车站上来看到这个风景呢，这也是特罗姆瑟呢最有名的景点，就是一定要来的。可以看到整个全城的风光，还有下面的那个跨海大桥，还有后面的这个大山，哇，真的是太漂亮了。尤其是如果是冬天来的话，最好是11、12点的时候上来，因为它日出时间就2个小时，这个时候可以看到整个天空是呈现一种蓝调的颜色，特别美。唯一不好处就实在是太冷了，感觉鼻涕都要冻僵了那个感觉真的是。
从缆车上已经下来了，我们在上面大概待了2个多小时吧，就是为了看它那个日出之后的蓝调时刻。确实风景真的很漂亮，但是呢，真的也是冷的要死，我感觉能有零下10度左右。现在呢，我们下来之后准备去市区转一转，它这边有一个北极圈内最大的一个那个教堂吧，然后在特罗姆瑟，然后以及市中心图书馆再去看一下。你看他们这边的小村都好漂亮啊，家家户户都是这种，外面是这种木质的这种房子。我们看他们门口都写着 "Go to you"， 我还都不知道我说这什么意思。后来的话呢，一查才知道，它就是圣诞快乐的意思。家家户户都是有好多亮着好多灯，然后写的圣诞快乐。估计是因为天黑的太早了，所以的话呢，没有一点亮光的话，那这个城市感觉就是太黑了。哎，这是只什么？还是小猫？哎。哇，从缆车站走了大概10分钟，我们终于到了这个北极最美的大教堂。它这个很有设计感，是一个三角形的这样的垂直下来的这教堂，纯白色的，很有北欧的风情。它就在这个跨海大桥的旁边，好漂亮。特罗姆瑟这个城区一点都不大，我们沿着这个跨海大桥一路走过来之后，这些已经到了它的这个市立的图书馆了。它的这个设计呢，是你看它很像那个贝壳的形状，然后很有现代化的那个感觉，一个白色的这个建筑，长得很漂亮。今天好像不开门。我们看它那个外面门关着，然后绕着侧面转了一圈，也没有别的入口了。那估计今天因为周天它不开门。哎，走吧。刚才看进了一家毛衣店，卖这边的就那种传统的那种格子花纹的毛衣和毛线的店。我感觉一般，因为它价格也不便宜吧，一件也要挪威克朗，我看3000多，那大概算下来也要300欧元左右。而且的话，其实也不是这边生产的，不像冰岛，它是当地的羊毛线那个织的，大部分好像都是中国制造的。
北纬69度的麦当劳。点好餐了，现在准备去取餐。这麦当劳的话比想象中大好多，人也好多。买完麦当劳了，买了一张他的明信片，写着“世界最北的麦当劳，北纬69度”，花了10克朗。好，那估计在这个店里。合个影。早上好，刚才去机场附近的这个 Tago 这个海鲜店，因为这个海鲜店比市区的话人少很多，然后买了一点海鲜。本来是想买那个新鲜的三文鱼，他说11、12点才有，所以我们就买了帝王蟹腿，是不是很酷？还买了一点北极甜虾，现在看不见，在袋子里面，然后准备晚上吃。店员说这个其实已经做好的，然后只个冰冷了而已，所以说可以直接生吃就可以了。晚上回去打算吃顿大餐尝一尝。好了，那我们现在准备开车去罗弗敦群岛啦，路上还要折腾6、7个小时。现在呢，我们在往罗弗敦群岛开的路上，然后这应该是E8号公路，这边限速的话呢，最高就是90，很多时候它如果会有超车道啊，干嘛就是70或者80，就绝对不能够超速。因为我看刚才一路上好多个摄像头，这边罚的还是挺狠的，还是一定要遵守限速。除此之外的话，如果冬天开的话，建议一定要租一个4驱车，因为怕打滑。你看这边雪还是挺大的，虽然我感觉它这边的高速公路清理的还都挺干净的，而且这个风吧，我觉得没有冰岛那个我们去冰岛的时候那么大。就是总体来说，我觉得开车还是一个比较舒服的环境。那我们租的这个车呢，是丰田雅黑斯的4驱版本的，我觉得它也真的是武装到牙齿了。自适应巡航，包括车道保持，还有那个 CarPlay 这个导航，什么都有，真的是还是挺方便。而且可能真的因为他们这边那个超速罚的比较严吧，它只要就是我有超速的话，这个车就会哔哔哔哔提醒我这样子。对。反正就是建议冬天开的话，一定要选4驱的，比较安全。其他的话，我觉得两边都能看到风景，真的是很不错。而这边开车的话，体验也很棒。你看一路上的话，车也很少，大家都还是比较守规矩，都没有人超速。
现在中午1点多，我们停车在路边休息一下。这就是现在天空中呈现的粉红色，不过这个时间很短，大概也就1个小时左右。现在外面已经零下16度了。它这边的话，因为受墨西哥暖流的影响，所以的话，如果离海洋近的话，比如说像特罗姆瑟，温度大概也最多就是零下4、5度。但是的话，越往内陆走就越冷，哇，冰天雪地的。还有我们的小车。才下午2点半，天已经差不多全黑了。我们已经开到了一个叫比耶克维克的小镇，旁边就是一个大湖，风景真的是绝美，而且还能看到落日。现在已经快开到罗弗敦群岛了，大概还有100多公里。现在才下午4点半，天就已经全黑了。然后就是这样的山路，还要再开将近2个小时吧，然后才能到亨宁斯维尔，就是那个世界最美足球场的地儿，也是我们今天晚上住的酒店。然后看刚才过来了车，全都开的是远光，这不开不行啊，一路都看不见啊。这就是我们这几天要在罗弗敦群岛住的酒店了。刚才一直在捯饬它这个密码锁，好不容易拿到钥匙了。房东把钥匙放在这个密码箱里面。看一下，我们这2天住的酒店。啊，不错，这是一个厨房加客厅。然后这边是卫生间，还有一个洗衣机，还挺现代化的呢。然后这边就是卧室了，不错不错，很有小木屋的感觉。哎呀，这也都太晚了，好不容易今天开了这么久才来到这个地方，我们就准备休息休息，吃点东西啦。那明天再去探索这个群岛啦，就这样，拜拜。现在早上9点半，我们又准备出发了。先去要开2个多小时吧，去那个网红景点看一看，就是《孤独星球》的那个封面拍出来的照片。看今天罗弗敦群岛好像会有大雪，看看情况啦。我们现在要穿过亨宁斯维尔这个桥，因为它亨宁斯维尔呢这个城市，它是在这个群岛的最下面部分，所以我们要先过出去，然后才能走到主路上。然后两边就是这样子，就是大海了。
距离我们要去的网红小镇大概还有不到1小时车程，然后路边停一下休息一下。这旁边其实都已经是红房子配着大海以及这个后面的雪山了，我觉得跟网红景点很类似。哇，这个地方真的是不冷，大概也就0度1度，但风真的超大，狂风暴雪。哇，在这种地方开车真的是。又看到了红房子配着大海，就是天气很不善。天哪，太不容易了！我们终于到了 Hamnoi 这个小镇，这也就是《孤独星球》的封面所在地了。它就在这个小镇旁边的一个大桥上。哇，现在外面倒是不冷，也就0度，就是风好大，还能听到这个呼呼的这个大风声。一路开过来太不容易了，一路上都是狂风暴雪。今天天气真的是不善，但是觉得这是值得的。看，就在这座大桥上。其实现在已经12点多了，看不出来吧？天一直都是这样阴阴的状态。哇！刚开过 Hamnoi 这个地方也就3分钟的车程，然后到了这个黄坊子所在的地方，这儿有一家很有名的吃海鲜的店，叫 Anita Seafood。不过呢，圣诞节期间呢，这家店现在是关门的状态。到处都是这样子的黄坊子。我们现在到了这个网红的黄坊子前了。今天那个 Anita 茶餐厅圣诞节期间都不开门，然后我们就这边看一下。现在天气真的太恶劣了，这个群岛上面狂风暴雪，衣服都要淋湿了。我觉得夏天应该更漂亮，主要是旁边天气比较稳定啊。哎，还是准备去下一个地方了。实在受不了。现在准备去 Haina 小镇。你看，其实罗弗顿群岛还是很漂亮的，哪怕在今天这么极端的情况下，刮着暴风，下着大雪，还有大雨，衣服都淋透了。一路上我们看到好多村庄，这个地方没有想象中那么荒凉，感觉。然后超市啊，我看还看到健身房啊、餐馆，都还挺多的。我们已经到了 Haina 小镇了，这个地方有一条徒步路线，夏天应该很漂亮。但现在的话，哇，听到这个刮风的这个声音。所以小镇也是在一个港口旁边，旁边都是小船，然后粉色的房子。想象一下，夏天，哪怕冬天，如果天气再好一点，肯定也很漂亮。我们准备抓紧再去那个奥镇去看一下，大概还有1到20分钟车程。先上车了。我们终于到了这个罗弗顿群岛的尽头奥镇，它也是世界上最短的名字，就是这个 A 上面有一个点，这个地方太不容易了。现在才2点半，然后已经黑成这个样子，然后一直下着大雨和那个暴风雪混合，终于到了，合个照。现在已经在奥镇的尽头啦，旁边就是一望无际的大海了。为了拍到奥镇的全貌太不容易了，一路就沿着这个
都是冰雪的这个小路，一边是大海，然后一边就是奥镇的风貌了。我觉得这是值得的，因为看看这边，哇，看到这个风景，觉得太值得了。就是一片红房子，然后在雪山下面，旁边就是一望无际的大海啦。每一个红房子上面还有黄色的灯，看着真的好温馨啊！太美了，简直无法形容。虽然现在被冻个半死。晚上看黄房子，感觉更有情调了。其实后面就是大山了，只不过云层长着看不到，就他孤零零的一个人立在这儿。今天天气好一些了，我们又来到这个群岛的南部再转一圈。就是今天风超级大，说最高可达20多米每秒。那这个终于看到了白天的样子，这个风太大了，真是绝美。这个地方已经是 Hammarsbäck 了，这个地方是以白沙滩而出名的。哇，今天风速太大了，我的帽子刚才已经被吹到海里去了，站都站不住啊！刚才一下子就给摔倒了，被风吹的。哇！天啊天啊！今天终于看到了 Hamnoy 这个孤独星球的封面了。昨天因为狂风大雪，这个后面的山都被雾挡着，什么都看不到，只能看到一点红房子。今天终于看到了，不过这个风也真的是大。哦，这个风实在是太大了，好几次拍的时候根本站都站不住，得握着栏杆，然后蹲下才行。它是一阵一阵的风，说今天最快的话，风速能到20多米每秒。吓死了，吓死了！啊，害怕害怕。这是 Haina 小镇了，过了黄房子之后，开5分钟就会到它的这个 viewpoint。我们昨天还在这个城市里面吃了热狗。这地方就有一个很有名的徒步路线，可以如果徒步夏天上去的话，大概2个小时左右可以到达山顶，看到整个岛屿的一个全貌。但是现在冬天根本不敢上去，会有生命危险吧。我们
来到了奥镇，这是这个岛的最南端，就车可以到达的地方啦。因为昨天天气太恶劣，所以我们今天又来了。不过就是风好大，但是已经比昨天好太多了，至少路上没有结冰了。啊！现在下午3点多，我们已经差不多又逛完罗弗顿群岛的所有景点，然后现在在海纳这个小镇呢的加油站吃点东西，这也是为数不多在罗弗顿群岛上面在圣诞节期间还能开门的一个店。买了一个长长的热狗，这个热狗是60 NOK， 大概算下来可能5块多欧元吧，还有一杯热巧，吃点东西休息休息，反正现在也已经天黑了。味道不错，很香。现在晚上9点多，我们回到亨利斯维尔之后，又出来追极光了。这个就是有世界最美足球场的那个小镇，但是呢，现在冬天被雪盖着，我们昨天看了一下，什么都看不到。对，就是这个小镇。然后后面就是我们住的公寓啦。刚才看到了一点极光，但是今天不是特别明显。说今天极光指数有5，但实际上的话呢，看一点都看不到，只能看到零星的一点绿光。所以我们打算再等一等，看能不能追到极光。我发现它很多 APP 上显示的说现在有极光啊，就是什么 KP 指数很高啊。但实际上的话呢，不能全相信那个，其实就是很多时候是运气，你看到就是看到了。像我们从那个特罗姆瑟开车去罗弗顿群岛的路上，当时5点多看到大爆发，那个完全没有征兆的，一下看到就是看到了。对，看看现在还有没有能看得到的时刻，再等等看啦。终于赶上飞机了，现在下午2点多。对，要提醒一下大家，如果大家赶飞机的话，一定要预留，我觉得至少2个小时时间。安检的队排的好长好长，我们是碰到工作人员说赶不上飞机了，他让我们临时插了个队，所以最好要预留至少2个小时时间，因为机场人超级多。然后的话呢，就是开车，冬天的话一定要注意，一定要租4驱车。今天路上4驱车都打滑了好几遍，所以而且的话，这边的那个暴风雪真的说来就来。你说晴天的时候，前2天大晴天特别漂亮，然后说雨天的话，昨天、前天包括今天，就是所以的话，看天气变化特别快，那个穿衣服也要多注意。总的来说呢，我觉得挪威真的是很值得多来很多次。夏天的话呢，有极昼，然后可以徒步，然后可以干的事情很多。冬天的话呢，虽然说是天亮也就2个多小时，但是的话呢，可以看到极光。我觉得我们这次除了大概就是天气特别恶劣这2天，几乎每天都看到了极光。对，很推荐大家来。那谢谢大家喜欢我们观看我们这次视频，也希望大家多多分享。那我们下期视频再见，拜拜。
然后哦对，最后再说一下，祝大家元旦快乐，新年快乐，拜拜。